相传有一条路叫黄泉路，有一条河叫忘川河，河上有一座桥叫奈何桥，走过奈何桥有一个土台叫望乡台，望乡台边有个老妇人在发孟婆汤，忘川河边有一块石头叫三生石，孟婆汤让你忘记一切，三生石记载着你的前世今生。我们走过奈何桥，在望乡台上看最后一眼人间，喝碗忘川河水煮的孟婆汤，那些爱过的人，那些无法放下的事，那些滚滚红尘中数不清的悲欢离合，都只会随着孟婆汤的缓缓入喉，永远凝固于走在奈何桥上那欲言又止、充盈泪水的黯然回眸间，都会化作飘渺云烟，淡然散去。是一世匆匆的悔恨，是阴阳永隔的遗憾，还是挥刀斩袖的诀别，都已然不再重要了。因为在饮过这孟婆汤后，一切都已淡然。本期我们说说孟婆到底是谁，以及孟婆汤是用什么做的。汤叫孟婆汤，那煮汤的自然叫孟婆。孟婆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妪，但关于孟婆的由来，民间出现最多的通常有3种说法。传说一，鸿蒙初开，世间分为天地人3界，天界最大，掌管一切，人间即所谓的阳世人界，地即为阴曹地府，3界划定，无论天上地下，神仙阴官俱都各司其职。孟婆从3界分开时便已在世上，她本为天界的一个散官，后因看到世人恩怨情仇无数，即便死了也不肯放下，就来到了阴曹地府的忘川河边，在奈何桥的桥头立起一口大锅，将世人放不下的思绪炼化成了孟婆汤，让阴魂喝下，便忘记了生前的爱恨情仇，卸下了生前的包袱，走入下一个轮回。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道家典籍里，颇有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死如云散，一死百了，莫记已死之人恩怨之类的意味。传说二，所谓的孟婆就是孟姜女。昔日孟姜女哭倒长城之后，眼见长城之下尸骸无数，再也找不到丈夫的尸骨，为了能忘记这些痛苦万分的记忆，就熬制了能使人忘记记忆的孟婆汤。后来上天念他思夫之情感天动地，就免了他的轮回之苦，让他在奈何桥畔熬制孟婆汤，让参与轮回的阴魂们忘记前世的一切，即所谓前世已了，今生善恶为本心所念。这一说从元朝开始广为流传，到明清时期多见于文人笔记之中，亦是至今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。在关于孟婆的诸多传说中，倒是这个说法颇具某种现实主义色彩。在这个传说里，孟婆其实不是什么老奶奶一类的人物，是一位绝世美女。孟婆出制孟婆汤的原因，是为了忘记自己的过去。孟婆的唯一记忆，是给在奈何桥上来来往往的幽魂送上一碗孟婆汤。传说三，孟婆生于西汉时代，自小研读儒家书籍，长大后开始念诵佛经。然而佛经在东汉才被翻译成汉文，他还在世时从不回忆过去，也绝不想未来，只是一心一意地劝人不要杀生，要吃素。一直到他81岁，依然是处女之身。他只知道自己姓孟，于是人称他为孟婆老奶。后来孟婆老奶入山修行，直到后汉，因为当时世人有知前世因者，往往泄露天机，因此上天特命孟婆老奶为幽冥之神，并为她造筑屈望台。但是关于孟婆的来历，《山海经》中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书中明确记载，帝尧之二女游于江中，出入必风雨自随，故曰孟婆。这句话大概意思说，孟婆本是尧帝的二女儿，死后在长江成神，出入都带有风雨，后来又去地府任职，被封为孟婆。可见
在《山海经》中，孟婆是尧帝的二女儿所化。既然知道了孟婆，那么孟婆汤是什么东西做的呢？关于孟婆汤的配方也有很多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传说中孟婆汤的做法是先取在十殿判定要发往各地做人的鬼魂，再加入采自俗世的药材，调和成如酒一般的汤，分成甘、苦、辛、酸、咸5种口味。凡是预备投生的鬼魂都得饮下孟婆的迷魂汤，方可投胎转世。如果不饮孟婆汤，则需跳进忘川河，等待1000年后寻找今生所爱之人。另一种说法，孟婆汤以8类为饮：1滴生泪，2钱老泪，3分苦泪，4杯悔泪，5寸相思泪，6中病中泪，7尺别离泪。这第8位便是一个孟婆的伤心泪。孟婆汤8类为饮，去其苦涩，留其甘芳，如此煎熬一生，方熬成一锅好汤。孟婆庄的故事，清人王有光吴下燕莲的孟婆汤中有一段关于鬼魂被灌迷魂汤的描写。凡人欲死，先经过孟婆的庄子，众一族解压着魂魄的墙边过，先到那阎君殿里审定功过，定完那功过，就将个册录明牒。凡是这判转世的魂魄，再从庄子回去，远望一个老婆婆在那庄子门口招呼着来客，随不上梯阁，进得那里面，都是那画栋雕梁，石砌朱栏，屋内摆设的更是精致，珠玉的帘子，玉雕的大桌。带来人入屋，便叫得3个女子出来，分别是那孟姜、孟雍与孟歌，都穿得红裙绿袖，生得如花似玉，淑人模样，更轻唤着郎君，还扶进那席子座位，要人坐下。来人但一坐下，丫鬟便递杯茶水，正对着3个淑人环伺，皆纤纤的玉指奉茶。风劲吹来，玉环叮叮的作响，其香阵阵的袭人。此情此景，实难再把那杯水拒绝，便就慢接骤觉得目眩神驰，不禁的咂来一口，更难到那清凉滋味，赛得那琼水玉液，不禁的酣然畅饮。方进那杯水淡茶，忽见的这沉底着泥、带抬眼、貌美的佳人、老太的婆婆，皆换成那骷髅白骨，僵立堂前。再去庄外张看，前时的画栋雕梁都把那朽木变，活似的郊荒野外，并把这浮生望玉的荒经忽然的提升堕地，换一个婴孩闹。当你来到忘川桥时，你会饮下孟婆汤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